全民穿越公路求生。就在这时，一直站在旁边的女仆动了。女仆来到了我的面前，伸出手在我面前一抹，直接将那行惩罚擦掉了，照耀在步兵战车上的白光顷刻间消散，步兵战车又恢复了原本的样子。你敢阻止我？虚空之中传来了愤怒的声音。莫里亚蒂，你越线了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如果你再敢违规，主人会亲自和你谈谈。虚空中的声音冷哼了一声，消失不见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抱歉，我没有权限和你解释，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一直抵达终点，主人会在那里等着你。女仆说着，伸出一根食指，在虚空中画了一个圈，一道光门顿时浮现在她的面前。对了，主人让我告诉你一句话，对于那些托，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间隙的，不必留手，见到一个杀掉一个，出了问题，主人自然会帮你解决的。女仆说完，径直迈入了光门之中，光门随之消失不见，只留下我在原地目瞪口呆。我低头将场景复盘了慢慢琢磨出点味出来。我好像是卷入了一场高层的博弈之中。他奶奶的，我这是招谁惹谁了？那个叫莫里亚蒂的家伙居然想要强制降低我车子的等级，这几乎就是要断了我的生路。仇恨不共戴天，我自然不可能跑到对面再去下注。而女仆小姐姐应该是对我有好感的，这个大腿要报警。杀了你的狗托就要对付我是吧？好，以后我看到一个就杀一个，咱们走着瞧。反正女仆小姐姐说了，随便杀，出了事情有人帮忙善后。既然这样了，那我还在乎什么？直接干就完了。红枫庄园已经准备完毕，请问是单独加载进入车内成为配件，还是与其他空间进行融合？下面列出了可以融合的空间名称：高级生态园、高级仓库、莉莉丝德实验室、高级卧室。建议与高级生态园融合，方便构筑完整生态链条，对未来有很大好处。那就与高级生态园融合。一道白光闪过，红枫庄园彻底消失不见。我和步兵战车出现在了满是冰雪的公路上。好厉害啊！我急忙跑进了车里，进入了高级生态园。此时，高级生态园已经变了一副样子，面积扩大了2倍有余。不远处多出了一大片枫树林和一条蜿蜒的小河，树林里有小鸟、松鼠和兔子，河里有一家，小河里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鱼，俨然又增加了不少生物，让我的高级生态园越来越像一个完整的生态圈了。原本的房屋因为损毁过度被回收了，玩家可以重新选择一栋房子，由系统免费建造。下面是一排排的图片，从度假小木屋一直到超级豪华的城堡，一应俱全。我翻了翻，最终挑中了一个有20间房间，使用面积超过2000平米的豪华别墅。现在就我一个人，房子还是小点比较好，住的太大了，太空旷，没有人气。我刚刚选择完毕，一栋超级豪华的别墅便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和之前图片上的一般无二，还挺像模像样的。我正准备进去参观一下，旁边车库的门自动打开了，里面露出了4辆汽车：雷克塞斯、改装悍马、改装巨轮车、超级房车，4辆车一字排开，赫然正是之前加里森他们开来的那几辆车。原来在这里，我一见立刻欣喜过望，将001叫来，将这些车子拆解了。最终我得到了几张图纸，一张是悍马改造图，一张是巨轮车改造图。和普通的改造图纸一样，就是付出一些资源，将车子直接改造成房车或者巨轮车。我自然是不需要的，不过卖给其他的玩家倒是合适。最后那张图纸最让我心动。不稳定的药剂制造机，克数配件，放入生物的尸体，可以获得随机品质的药剂，服用后让使用者具有被放入生物的部分特性。看到这张图纸，我终于知道那些奇奇怪怪的半人半生物的家伙是怎么回事了。要不造一个试试？大不了品质不好的药剂不出售就是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点选了制造，一道白光闪过，材料消失，一台机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上面是一个巨大的漏斗形的进料口，下面是一个圆形的滚筒放置在架子上，旁边连接着一个方盒子，在旁边是一个出料口，看起来十分的简洁。得找个试验品试试。我想了一会，最终决定用加里森的尸体当做试验品，反正已经死掉了，正好拿来废物利用。我将加里森的尸体扔了进去，机器发出了嗡鸣声。过了一会，从出料口里滚出了一罐红牛一样的罐装饮料。我有些失神的将饮料拿了，一行游戏提示出现在上面。蜥蜴人改造药剂融入了部分人类基因，饮用后大量增强肉体力量和肌肉、骨骼强度，鳞片取消，增强皮肤的柔韧性，取消身体巨大化，尾巴缩小，保留利爪，速度大幅度提升。饮用后将会经历10分钟身体改造期，将会面临巨大痛苦，但100%会成功。这东西，我拿着这东西观察了半天，这东西叫加里森那版本，降低了坚固，提升了速度。很难说到底是好还是坏，但是对于玩家来说绝对是巨大的提升。不过我肯定是不会使用的，
主要是加里森使用后那样子太惊悚了，我自己都接受不了。想来想去，我忽然发现最有购买意愿的，也最能接受的，居然是密修会的人。而且卖给他们之后，我再遇到也没有什么顾虑，完全可以再杀一次，重新炼制成药剂，看看新的药剂具有什么效果。我开始翻看区域频道，寻找密修会的成员。最终我选定了一个目标，库里南。因为这个库里南是个肥头大耳的胖子，一看就是个有钱的家伙。我将药剂的效果贴图发了过去。库里南此时正坐在一辆超级房车里，蹲在冰柜面前点数着里面的心脏。就在这时，私信的提示音响了起来。是谁发来的？老大现在应该在忙任务吧？怎么会给我发信息？别又是赛克勒那个家伙要搞事情吧？库里南不情不愿地点开了私信，是一个不认识的人。库里南下意识的就想要关闭，可是他扫了一眼里面的信息，想要点关闭的手就定在了半空中，再也按不下去了。蜥蜴人改造药剂100%成功。他作为密修会的成员，自然获得了改变身体的药剂。可是库里南的运气不太好，喝了一瓶药剂之后，只多了一条狗尾巴，除此之外毫无变化。他这副样子自然成为了其他成员的取笑对象。根据药剂的描述，他平时可以保持人类形态，战斗的时候也可以变出利爪和尾巴，这可比只会乱摇的狗尾巴强多了。一定要弄到手。怎么卖？图纸或者珍稀物品，品质越高越好，不要试图那些普通的东西给我，我不缺。我说着拍了一张挂满了火腿的仓库的照片发了过去。这么多火腿，库里南看的眼睛都直了。他在没进入这个游戏世界之前，就是一个狂热的火腿爱好者，梦想就是收集全世界的各种火腿。不光要拿到药剂，就连这些火腿我也要拿到。库里南不由得握紧了拳头，望向了身边的那个雕像摆件。看来又要用一次这个东西了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一张照片勾动了库里南的杀心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一定要交换成功，立刻服用药剂，完成变身之后再启动这件东西，完成猎杀，再把那些火腿和交换出去的东西收回来。不过用来交换的图纸一定要高端，一定要能吸引到对方的注意力，还要确保对方无法建造成功，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能成功的把图纸收回来。应该选择哪个呢？库里南想了半天，忽然他想到了一张图纸，这个一定可以。125毫米滑膛炮，4级汽车配件，发射弹药为稳地托壳穿甲弹，可在所有极端条件下正常工作。穿身1000毫米军制钢甲，500毫米复合装甲，100毫米钛合金装甲。制作材料：钛合金50单位，高级金属锭50单位，金属零件100单位。附录：稳地托壳穿甲弹制作图。这玩意总不能被制作出来吧？汽车等级先放到一边不说，光是这个钛合金，他就不相信有人能拿得出来。他不相信会有玩家能拿得出足够的资源来制作这个东西，他肯定能平安将图纸回收回来。就这么决定了。库里南将125滑膛炮的性能参数发了过去。这东西不错呀，密修会这些家伙还真是有点东西的，看来韭菜还得照着肥的割才行。我一口答应了下来，双方立刻完成了交易，两个人都暗自窃喜，认为自己获得了最大的利益。哈哈哈，蜥蜴人药剂，我终于可以摆脱狗尾巴了。库里南打开了盖子，一口气把药剂喝了下去。药剂刚一喝完，库里南就感觉到身上有一股异样的感觉，身体变得燥热，一股剧烈的疼痛从身体内部向着周围蔓延，身上的肌肉都发出了撕裂般的痛感。伴随着他的叫声，他的双手变成了黑色的利爪，狗尾巴变成了粗大有力的蜥蜴尾巴，原本多余的赘肉全都变成了结实的肌肉，看起来比之前有气势多了。哈哈哈，看你们还有谁敢嘲笑我？库里南说着，用利爪一拍旁边的桌子，实木的桌子当场被拍成了碎片。哈哈哈，这就是力量的感觉，真是太棒了。既然我拥有了力量，那么图纸也该收回来了。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自己的心脏被挖出。库里南兴奋地看向了雕像，启动决斗程序。玩家库里南向你发起决斗，请问是否接受？如果拒绝，需要缴纳双倍的赔偿。赔偿清单如下。下面是密密麻麻的一大堆物资列表。这家伙也有邀请决斗的物品。上一次见到这个东西还是在第2个世界樱花车队那里，没想到今天又被人约斗了。库里南，这不就是刚才买走药剂的人吗？刚喝了药剂就感觉自己行了，想要过来抢物资。好，既然你想抢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尝尝自己卖出的火炮的厉害。我果断地选择了同意。由于你是被动应战方，具有优先挑选场地的权利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放弃此权利。随后游戏系统列出了一大堆可选场景：决斗场、热带雨林、沙漠、迷宫、死亡废墟、沼泽地、荒岛。这家伙的速度大幅度提高，
不能选择太大的场地，一定要限制他优势的发挥，最好一炮就能搞定。我想了想，最终选择了决斗场。这个场景场地面积小，周旋空间有限，双方一出场就能遇到，最适合我这种火力覆盖的选手。场景选定，正在载入中。一道白光笼罩了我。等到白光消散，我出现在了一个巨大的决斗场之中，地上到处都是残破的兵器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惨死在这片土地上。在我的对面停着一辆巨大的虎式主战坦克，这玩意或许在二战时期算了上世顶尖的存在，但是在现代的火炮面前和纸糊的没什么区别。小爱同学，让他尝尝新火炮的厉害。明白。小爱同学欢快地填装了一枚稳定易脱壳穿甲弹，瞄准了前方的虎式坦克，按动了发射按钮。此时，库里南正摩擦着自己锋利的双爪，幻想着撕开对方胸膛，摘取心脏的样子。在发现场地是决斗场后，库里南的心中就放下了大半。他手中的虎式坦克着重加强了防御和火炮，速度最不擅长。就在他琢磨着是用火炮取胜，还是直接冲出去撕开对方的装甲的时候，他的眼睛瞥到了我车上的125毫米线膛炮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弄到的钛合金？库里南惊恐了起来，他拼命地踩动油门，想要躲开，可是为时已晚，一枚炮弹在他的眼中变得越来越大。不！稳定易脱壳穿甲弹击中了虎式坦克的前装甲，这种穿甲弹可是连500毫米的复合装甲都能打穿，更不用说虎式这种后加装的200毫米复合装甲了。尖锐的弹头直接刺穿了装甲，打入了车体的。库里南双手挡在胸前，想要阻挡一下，可是尖锐的弹头直接将他彻底刺穿了。炽热的高温直接将他的五脏六腑烧蚀成了灰烬，散发出了焦糊的味道。玩家库里南死亡，决斗结束。库里南的一切物品全都归属于13，传送中。白光再次笼罩了2辆车子，我重新出现在了原本的公路上，只不过旁边多了一辆库里南的虎式坦克。你说说你怎么这么客气呢？还赶着上门送礼。我搓了搓手，来到了库里南的虎式坦克面前，舱顶盖已经自动打开了，我直接跳了进去。虎式坦克里面经过了一番装修，和其他人奢华的内饰不同，库里南将虎式坦克内部装修的如同厨房一般。在不远的案板上还有一条腌制了一半的火腿，右手边还有一个打开了盖子的冰柜。我走了过去，愕然发现冰柜里整整齐齐的摆放着12枚人类的心脏，在冰柜的上面就是神秘阴影的神龛，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冷哼了一声，在车里转悠了起来，没费多大力气我就找到了一个仓库。仓库里面没有别的东西，满满的堆放着各种火腿，各种各样，弥漫着火腿特有的咸香味道。啧，这么多火腿，单轮火腿的数量都快超过我了。翻找了一圈之后，我有些失望，除了那一仓库火腿之外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都是一些平常的东西，比如饼干、香皂之类的。我无奈地走了出来，让001帮忙拆车。至于库里南的尸体，则被我拖了出来，扔到了不稳定的药剂制造机里。我十分想要知道，要是药剂被人吸收了之后，再把这个人干掉，还能不能把药剂再提取出来？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那这瓶药剂就可以不断的循环利用了。希望可以成功啊！一罐药剂从出料口里滚落了出来。蜥蜴人改造药剂融入了部分人类基因和某些肽底基因，导致药剂性质发生了改变。饮用后部分增强肉体力量和肌肉、骨骼强度，鳞片取消，增强皮肤的柔韧性，取消身体巨大化特性，尾巴缩小，保留利爪，速度大幅度提升，交配欲望大幅度提升，但持久力会下降30%。饮用后将会经历10分钟身体改造期，将会面临巨大痛苦，但100%会成功。但是这个泰迪的基因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库里南的身上怎么会有泰迪的基因？难道不是有生殖隔离吗？这特么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